完第一点。你每次带来那个跟两个，你们很过分！你每次带来都不一样吧？哪有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减肥行程，因为你的肠胃蠕动非常的迅速，因为一直在。伤到咬人包的话，就用它来解。那如果我咬到人，咬到它然后聪明呢，有白毛，我钓到很少的东西了。我好像这种小朋友要跟人家要东西玩一玩，再让我玩一下，再让我玩一下。看来身为花莲大概有2/3个地头蛇，因为我已经超过一半了。2/3个地头蛇的概念，我每次回花莲都会找好吃的，而且从以前介绍给我的朋友呢，他们都介绍很多好吃的美食，花莲在地的美食。但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是我每回花莲必吃的东西，还有就是身为一个主持人，就是有这种小小的特权，我可以知道他怎么做的。当他们不告诉你的时候，但我会知道。走，花莲美食众多，许多知名店家都是观光客必吃名单。但身为在地花莲人的我，还介绍吃这些，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了。这次特地拿出口袋名单，保证好吃，但口说无凭，端给你们看就知道了啊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姐姐，你几点就开始忙了？我7点多就起来了哦。你看啊，我很自然的进来，就是先戴手套。我今天就是帮台湾第一等的来介绍我们传统美食。这大概有多久？差不多我们12代都40年。对。哦，已经做了40年的一个传统美食，而且我今天是要来挖秘密，就是要知道怎么做。因为每次都会回来买，我跟大姐他们已经熟到不能再熟，就是停车下来他就知道哦，2份大的带走。好。我觉得蛮厉害的是，他是用真的大肠。它是用真的肠，真的大肠，有些是肠衣啊。是我们的温体猪。对，因为花莲的每天一早都有特定几个摊贩是温体猪，几头啊？他会杀1头2头？3头，杀3头卖完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像我有一次学到姜丝炒大肠，我就想啊，好了，那我们来去买大肠好了。我跑了4、5家摊子，都说没有了。我跑了第2次，第2天再去买也没有了。第3次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每次都没有？他说因为都被人收走了。对，就是你们就做生意的就会先收走。大姐啊，那你也不要全部买走，至少留一点给我吧。不过由此可知，他们对食材的坚持，除了采用一早购买的温体猪大肠之外，还得用流水不断清洗，接着用人力一刀一刀的剪去大肠壁内的肥油，避免产生猪腥味。等到全部都处理干净后，才开始塞入馅料。米肠是用纯手工的，对，米肠。所以这你先泡过多久了？对，昨天晚上就泡了。昨天晚上泡的。对。有油葱、花生、糯米。对。好香哦！你说怎么弄？打开。对，然后呢？手把撑住。对，把米灌下去。把米灌下去。对。哇，你们都做40年，没有考虑用机器哦？这个好像没有机器。啊，你也不用漏斗。漏斗不好灌，因为这滑滑。要再加一点。结婚了。啊？结婚了。我以为你单身呢。你是故意这样问我的吗？对。我每次带着老婆小孩来吃的时候，你都没看到。还是你就直接屏蔽了他们2个啊？你儿子是哪一个？不行，我要证明一下。来。这你儿子？对，2个都是儿子。你跟你妈妈说一下，我每次带来的那个女的跟2个小孩是谁？你每次带来那个女的，对，跟2个。你们很过分！你每次带来都不一样嘛？哪有？这个会播出去你们不要害死我了。对啊，带我老婆跟小孩来了，妈妈说没看过怎么会？没有注意看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下午时间忙吗？没有在这边。哦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在这边。老婆大人冤枉啊！我真的只有你，大姐，你们就别再戏弄我了，还是一起好好的把馅料灌完，把焦点放回大肠的身上吧。灌好馅料的大肠白白胖胖的，接下来就可以放入烧开的滚水中，大约等待1个钟头左右，就可以准备起锅喽。已经煮好的哦，好香哦！但是里面都是大肠吗？对，上面是大肠头。哦，
下面呢是糯米肠。哎，底下是糯米肠。哇，那所以现在我要怎么捞？帮你捞到哪里？要捞到这边。教我怎么捞？我教你。不是哦，要分开来是吗？对呀。哦。再煮一下。哇！好。大肠还要煮。那为什么你分开？你不分2锅煮？煮大肠和煮大肠。因为我们还煮大肠，不要分开浪费时间啊。哦。煮好了直接捞起来。这样比较省事。哦。鸡蛋买。借我试一下。好。哇，试一下。从旁边。它会破掉。哦，它会破掉。怕你用它会破掉。稍微一下才不会有味。好，这边重很重哎，哇！稍微捞一下那个大肠吧。哦，把它放上去了。不用夹子啊。对啊，不用夹子夹，你在水里捞一捞。这是技巧。那你说这有隐藏版的食材是什么？隐藏版就是我们这个大肠头，炭烤大肠头。炭烤大肠头。对。为什么我都没吃过啊？因为每次来都没讲，他说隐藏版啊。隐藏的时候要讲就对了。对呀。一走过来就是我要那个，给我一个那个。你知道？我们就知道了。哎，这就是隐藏版的秘密。这个上面怎么？来，这里怎么弄掉？好，来，不用吃捞太多。哎，哇，你蛮厉害的呢。没想到人长得漂亮，哇！不要这样讲，我不好意思。真厉害耶！不用不好意思啦，以后我来买大肠的时候就是直接要密号2份。2份大的1份隐藏版。哎，对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了。哎，可以先打电话。观众朋友，你们记好暗号了没有？下次来点餐记得就这样点，不然呢你会错过这隐藏版的神秘大肠头。煮好的糯米肠得先放凉，再上烤炉把糯米肠的肠皮烤至焦香，逼出肠皮上面的油脂，再配上也是大铁一家早起自己灌的香肠，就是一份经典套餐啦。至于要怎么吃最好吃，看我的示范。我呢，就是一定会加辣椒，因为这个辣椒太好吃。好，然后蒜头随便拿，对不对？你们家蒜头，你们家我们内用蒜头随便，都随便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阿嬷开始就是提供内用蒜头吃到爽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吃一口。好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所以早上呢，看到它怎么来，我好像要吃到。喜欢，这是隐藏版啊。对，这个是老客人才知道的。老客人才知道，对，是大肠。所以我吃了5、6年还不算老哎。废话，他们3代嘞。我试试看，隐藏版。先吃一个原味。所以上去这条林道有多漂亮？所以可以看得到我们原始的树帽的人种，落叶林啊，正叶林，可以看到很多名。屁股已经不是我的了。想大便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减肥行程。待完得1点。跟我们炭烤不太一样，而且我们以往炭烤是一条，然后切一段，对不对？你这整条烤，整条烤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切。哦，来，长进的人就必须吃东西。你看，我可以吃香肠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吃内脏？他不吃内脏。但是我跟你讲了，大哥宇，我给你一个小的，你试试看，这个味道真的不太像。香吧？可以吗？
错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样的，我给你一个香肠，没有，还可以挑的。好吗？好，来，哦，是，今天我们就是要带大家知道这种传统的美食怎么做，然后怎么吃。这个好好吃吗？正确的吃法。大家挑。有种通体舒畅的感觉。除了糯米肠、香肠、炭烤大肠头之外，你还可以再加点一碗暖乎乎的猪血猪肠汤，完美补充好能量，是该活动一下筋骨了。还不错哎，好久没有在那种就是乡间小路里骑摩托车的感觉，因为现在在乡间小路都是骑脚踏车比较多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有小孩以后，我就把重机几乎都卖掉了，就所有速度已经与我无关，所以我觉得像这样，轻轻松松的散步，我觉得蛮好。看刚刚试骑状况还不错，那等一下带你去比较困难一点的路线。困难？你知道我以前骑什么车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 WR450F 吗？没听过。你知道 YZ125吗？好像有。哦，你知道 CRF250吗？这英文字听过。哦，各位，我刚刚讲的这几台车，有兴趣的人呢，上网搜一下 YouTube 就知道我是怎么飞的。好吗？泰教练，他们是花莲在地的户外活动公司，不管是路上、水上，还是想要客制化的行程都没有问题。所有的活动皆是独立设计探勘，以不破坏大自然的方式带游客体验花莲。骑乘林道，探访秘境，发泄压力。喜爱追求刺激的你，也可以来找他们试试看哦。这样玩林道，我是大概25岁左右在玩的，我现在已经40了。哇，好像林道玩差不多了啦，比我还丰富。没有，还好，普通，就是以前就是这样飞来飞去，就拼这样。多大年纪开始你可以玩？大概12岁。12岁就可以。对，12岁会比较保险。哦，就是只要会骑摩托车、会掌控油门，那就可以参加这个。所以上去这条林道有多漂亮？可以看得到我们原始的树茂的原种，阔叶林啊、针叶林，可以看到很多美景。我觉得骑越野车还不错，就是能看到的风景比在车里面多。对，没错。而且那种风吹过的感觉也不错，你可以听得到风挤压的声音。Yeah！ 哦，开心。好久没有这样玩。就说他们追不到我吧。瑞穗林道可通行的路段约到19.5公里。这是一条陡峭的林道，从入口海拔约300公尺，一路爬升到可通行的终点处，海拔约有1600公尺。也因为如此的一路向上，沿路可看不同的林相变化，它还被誉为是花东最美的柳山林道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从下面穿的 T 恤上来要穿外套了，你就知道。这里海拔多高啊？瑞穗？这边已经差不多快接近1000了。才1000吗？对，才1000。哇，1000！你看花莲真是一个好地方哎，才1000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样貌。而且刚我们从平地、溪流、溪谷这样一路上来到这里，其实已经长得蛮不一样的。这就是大家知道的瑞穗林道，但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瑞穗林道这4个字，但很少人来。就像是我已经听他很久了，然后我朋友他们常常会上来玩啊，然后上来拍照啊，然后就传照片给我，但是我自己都没有上来过，没有。你不管什么时候来，对，它都是每次来它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就起雾啊，或者是这样阳光这样照起来。我们刚刚其实昨天下雨，那今天其实还蛮担心。那这样子阳光照起来，
然后会觉得很像在那种迷雾森林的感觉。在山林里的时候，你要找一个时间，预留一个时间是停下来的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也许10分钟，你10分钟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景象。对，所以我们骑这个摩托车，你们已经修正过，它不用打档了。对，不需要打档。所以女孩子也特别方便。对，女生也方便，它只有身高的限制。哦，像我这种长太高的人就可能没有办法。虽然越野车已经改良过了，但为了安全上的考量，年龄限制在12岁以上，身高190公分以下，体重不得超过100公斤才能参加。当然也要考量自身的体力状况。哦，我现在已经不敢坐下来了。对，因为一路骑上来，屁股已经不是我的了。哦，可以停下来真好。想大便的感觉哦。哦，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减肥行程，因为你的肠胃蠕动非常的迅速，因为一直在。哇，好，我们就到这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刚刚看一下那个云有点下来，我怕往进去走的话会有点危险。出来的话我怕天黑了。其实原始森林大概就是这种概念，就是你不要执着、太固执，该撤的时候就要撤。因为其实云有点厚，然后现在时间也有点晚。毕竟这边是没有路灯的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这里有一块腹地，我跟你说，我花莲朋友就是多。然后这一次呢，他们有帮我们准备了粮食，但我们需要稍微操作一下。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吧。因为是越野车麒麟道，所以呢，这次炊具减配，请出简易型的烟熏香房，再放一些也是朋友提供的咖啡豆来增加香气。准备开箱。哦，来，蛋煎饺好了，蛋煎饺，哇塞，这个蛋很厉害，我还帮你们挑辣味，是不是一个咖啡香？有淡淡的咖啡香，因为他们本来没有用咖啡，因为它这个不会烫，这个不会烫，这种烟熏的不会烫，它这是温熏。你吃看，很有哎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来，大家一起啊！下就有了。同学，而且卤味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好吃。我觉得。哇，水对不对？有点大，吃太大口了。你知道这一路上来有多饿吗？超累的。那这样你先吃一个，那个把它咽下去，有点水分。骑越野车的人来说，它算是初中高哪一级？这一条是高阶的。高阶的，对，通常都会建议客人先参加我们其他条的比较简单的龙猫森林。龙猫森林，对，它就是平地，比较简单，像瑞穗林道上下，然后来回可能要超过30公里。哦，就是只要会骑脚踏车，那他平常现在不是很流行用电动脚踏车？对。那他们会操作过的话。穿越层层的树林，一路享受变化的森林景致，山线第一站就如此惊艳。然而，花莲的魅力不仅如此，还有一群充满生活智慧的可爱姨娜们。哎呦，要知道，没有，是跟你一样漂亮，跟你一样苗条。你看，它有曲线，跟你一样的曲线。有一种芋头很厉害的时候用它的汁，是吗？哎，蜜蜂叮到的时候用这个，对它的那个汁一去，以毒攻毒，对不对？你沾到咬人猫的话，是用它来解，它是解毒剂。那如果我咬到人呢？咬到人，咬你老婆。哎，聪明呢！你讲这个，乖了，马上。桌上这些蔬菜都是从姨娜们自家的野菜园采的，吃不了这么多，丢掉也浪费，便规划集结起来做成野菜箱贩售，分享给更多人。因为不是量产，所以一次出货也才7份，全程由姨娜们亲力亲为。那这怎么包？怎么包啊？我们先包一个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因为我
实很绝，因为你示范，因为你都把这个梗我的技术没有那么好，你这个梗已经剪掉了，它要怎么包？因为我本来以为它会有一个梗，有没有包过去用那个梗来缠？老人家在山上采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枯掉了。哦，它有一个保鲜的作用，对，保湿啦，可以保湿。回到家里的话就丢在那个它这样保湿可以保持多久？我们有实验过，如果说你放在冰箱啊，它有7天，可以7天，就是保持期间。这样子包7天，丢冰箱里面完全不会变质，这个比保鲜膜好用多了。哦，所以姑婆芋还有这样的功用。换我包，我刚刚有稍微看。不会讲那个笑话。你包怎么包这么小一个？他叫我包这么大一个是怎样？是龙葵，包得起来吗？可以，你找大张的，是这样子。哦，懂了啦。包看看嘛。好啦，那你讲笑话了。跟姨娜们聊天就是这么的愉快，还可以学到新的知识呢。是说我边包，姨娜们边笑，哎，该不会我就是那个笑话吧？哎，这样其实包得不错啊。很臭，我被嫌弃了，很丑。有了，中，我打中。你站在那里，鱼都看到你了。真的，鱼有这么聪明吗？我知道鱼很聪明哦，其实鱼很精啊，它大部分都看得到的。待完第1点，我被嫌弃了，很丑。哎，但刚刚伊娜不是这样包的哎。它的是很小的。哦，懂了，哎，漂亮哎。对，是。我说你啦。不是了，这个我不要。漂亮呢。不要漂亮。哎，你脸怎么红起来了哈？可能喝酒吧。你一早起来就喝好。那给我来一杯好不好？这样子怎么样？这上面对不对？这样子。哎，好漂亮！我觉得这个拿出去就是在哎，你好，来，这个是送给你的。哎，好漂亮哦！一样，它也是叫包碗那个，你们看到？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他们说以前就是会用那个姑婆芋来装肉。中肉，老瑞。对，然后呢，有一天阿嬷就叫阿公去买肉，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姑婆芋上面怎么没有肉了？对，原来发现就是可能就像你这样子没有包好，有没有？对，中途肉就掉下来。是吗？肉都是什么？根本不是好吗？又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们到底是阿公半传到最后，没有，是阿公半路上不知道被哪个飘去了。然后就在你们尬聊的之中，我已经包好一个，变成对方的战利品。你确定那是你包的？就我包的，你们刚刚手都在摘菜，只有我在包哎。哎，这样，可不可以啊？你要帮我看一下，可以吗？几个标准的哈。哇，我在山上不会饿死嘞，真的，而且我的技能越来越强。你又会去采那个藤心跟山种。藤心，我之前去那个兰屿的时候，它中间一个心有没有？整个这样抽起来，然后里面都是超级干净的水。这是什么？那个什么藤呢？水藤就可以治渴了。还有一个怎么了？你咳干的话去吃那个什么一种植物啦，酸的，可以是秋海棠。哦，秋海棠，然后原生种秋海棠其实很好，因为秋海棠是可以吃。部落的姨娜们透过基金会社工的帮忙，利用阿美族野菜文化规划出野菜箱来贩售，用自己土地上的作物来照顾家人及族人。每项蔬菜也贴心的附上 QR code， 教导消费者认识野菜以及料理的方式。在包装的选材上也是非常重视环保，除了用姑婆芋叶保鲜，还有使用回收纸箱来包装。那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你看，我要
炖鸡，炖鸡，哎，用什么炖？红糯米，红糯米，是红糯米不就糯米吗？为什么还有红糯米？因为我们糯米有分好几种，是米吗？它本来就长红色。哎，对，红糯米，它本来就长红色。对对，你要先把那个糯米先洗干净，然后泡24小时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煮起来会有一点点类似像鸡酒的概念。会不会？煮久了就不会。闻这个味道，哦，会一直分泌唾液，就很想吃。对哈。对啊。哦，把鸡洗干净。对。等一下我可以帮你啊，你需要我怎么帮你？帮我开。好啊。要先穿透过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跟拨开，可以吗？其实还有煮的面是红糯米，我以前没有听说过，只有太巴郎有吗？有，只有太巴郎有。只有太巴郎有？对。为什么？它种植的是为什么会种出红糯米？以前红糯米是在旱地都可以种。对。哎，因为像以前老人家都是带去山上，对，种到山上，没有在平原。我们好像是说老人家不把那个带壳的带出去，就留给自己。知道吗？我懂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我们就给你。我种的那个阿姨们在外面，他们种的，不是我种的。等下去就是8几楼回家种。啊，那不行。为什么种不起来？他一定会给你先把那个壳拔掉。对对。这就是一种资源的保护。对。对不对？保种。保种是保在太巴郎。对对。红糯米是太巴郎部落的珍宝，也是这几年相当红的本土原生作物，有丰富的花青素，也是天然抗氧化物，营养价值比糙米还高。如此珍贵，当然要把握机会一尝就进哦。哇塞，原住民的部落餐，哎，其实我看起来都是我认识的料理，但是都是我不认识的菜。这个鸡汤看起来就非常的厉害。你们平常在家吃都是这样？没有。没有。有客人才有。像你们这样，就会把红糯米鸡，然后拿出来，是吗？招待吗？哎，很像。它味道层次蛮多的，有一种香菇鸡的感觉，但又不像香菇鸡。有一种鸡酒的概念，但是又没有那么的鸡酒。有一种糯米泡饭的感觉，汤泡饭的感觉。太香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好吃哎。就尽量吃吧。我们再试一个，这个叫做异豆。对，对不对？你用苦瓜炒咸蛋的方式，异豆。哇！不一样哦。哎，不一样。它少了那个苦瓜那个很苦的味道，但它多了一点点甘呐，甘甜的那个感觉。这个异豆只有这个时候有，而且它的产期只有1个月，对，12月就没有了，1年1次。哎，木鳖叶烘蛋，香哎，你们吃过吗？香哎，它是有香气的那种那个叶子，它不是。对，这个我很难跟你形容，这个味道喜欢，这个味道我喜欢。外面吃不到，外面吃不到。对啊。因为以前这个木鳖叶啊，它是我们有特别的节庆的时候，它才会吃得到。哦。所以在市面上我们也很少看到它。哎，那这是汤圆吧？对啊，汤圆。它是用什么做？它这么多颜色哎。紫色的是紫米，那白色那就是糯米喽。白糯米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有绿糯米。艾草，人家做那种超蛙会啊。对。懂了，你讲超蛙会我就懂。那这个呢？就是这个红，就它，就它，就它，都是米，米跟艾草，紫米哦。看着姨娜们开心的介绍每道菜，就能感受到姨娜们有多热情。这餐桌上除了有美味的料理，还有他们对土地的爱护、对食物的珍惜，用最环保的方式与大家分享自家种植的无毒蔬菜。希望大家也能珍惜食物，避免过度浪费哦。花莲想要玩海鲜，你必须要找一个人，那就是找我。我呢可以带你玩海鲜，但是我没什么时间，太忙了，家庭要忙，工作要忙，台湾第一等要忙，好吗？但有一个人你可以找他，他好像也没什么空，但我有方法可以把他抓走。
西。我们现在要带大家认识一下花莲的海鲜。那我就想说，只有找你。那你现在就跟我们。可是现在，所以这个。看你的钓竿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去拿。好，你去拿钓竿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升大厨的机会来了，快点！志伟的餐厅虽名为面店，但面却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钓的鱼。因为爱钓鱼，便开始提供各类海鲜料理与客人分享。不过这次海鲜要怎么玩呢？就请志伟带路吧。这钓网算是很安全，因为它前面有很多一排一排的岩石。现在浪涨了3层之后，其实来到这边就很小了。它算是海沟吧，有几条沟？对，它有几条沟这样子。它白毛又最喜欢躲这种了。对啊，然后因为涨潮的时候，它就会跟着进来吃海菜啊。对啊，吃草类，然后就会跟着过来这样子。哦，所以算安全。对，这个钓场算很安全。其实也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基钓需要注意什么？就是装备啊，而且像这种，因为我们基钓都是钓东北季风，然后因为它会长海草，所以说鞋子很重要，鞋子一定要穿。对，救生衣，因为你有时候可能会踩滑了或者什么，至少说有救生衣，对，然后可以时间拉长，这样子来救援这样，再保暖，对，保暖，或者是说另外再带一套衣服，因为有波斯，对，那这样的就不会失温这样子，对。有没有什么秘诀？秘诀其实就是看海沟。看流水，然后可能会研发出鱼会躲在哪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还会看排泡区，排泡，对，就是排毛可能在排泡区比较多的地方。其实还是要看涨退潮，因为涨潮的时候进水，我们都会跟着涨潮鱼进来，那时候的几率就比较高。花莲基钓的地点有花莲港东堤、北滨公园、石梯坪、石门、月洞等等，根据每天的风浪、潮汐来选择不同的钓点。今天这个钓点属于内凹处，可以躲风闪浪。我先来小试身手。我现在还算是新手，好不好？新手，之前参赛都不算，就现在开始算。现做的时候。我没有看过虾皮这么难熟的，太大只了啊！天哪，太夸张的味道了吧？这种职业伤害我可以。待完第1点。果然呢，有你的，有你的，我就有机会。小蟹标，这太小了，丢回去了，这太小了。哦，可以哦，再给我一次，再给我一次。我好像那种小朋友要跟人家要东西玩一玩，再让我玩一下，再让我玩一下。我把它带上。所以一般我会跑，它不会在我身上，因为你整个技巧把它带到在你身上，像这种知道，对，没有比赛，对，比较高级。哦，让它往头往这边，要不然它钻到指头就拉不出来，线就断掉了。但是这种一下竿就中鱼，这实在也是太幸运了吧！也激起我想继续挑战的勇气与信心啊！加上还有好友志伟一旁指导，我相信这要爆桶绝对不是问题的。鱼儿，快上钩吧！有哎，白毛，对啦，白毛啊！长嘛？哦，这叫什么？
好的东西了。那就算大算小，这个我看过他们大，都大概都是这么。那这个你会留吗？这不会留，不会留。然后当一个高级的钓具。我没有看过一个鱼吃饵吃到把线缠住，我们要剪刀比较大，然后它刚好穿过去。拜拜。再让我玩一次。哎，再这样下去我会买杆子哦，我告诉你。我刚刚那个我也没钓过，哦，真的，你也没钓过。哎，我这样运气算不算好？算不错，现在已经算退潮了。哦，就是有一些还没回家的要被我抓上来。来，小朋友赶快回家哦，不回家叔叔就要抓走喽，好不好？退潮时间该回家就回家喽。这接连上钩的快感，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哎，只能用爽一个字来形容啦。虽然天空不时飘着雨，身上衣物早已经被浪给溅湿，但是我还是斗志满满的想和鱼儿搏斗下去。志伟也找了几个好友一起来同乐，其中不乏大师级的人物哦。真的？那你有没有什么秘诀啊？重诱就有，重诱。大部分鸡钓都需要诱饵。哦。你带多少诱饵就带多少。所以也就是说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概念。然后现在沉下去了。要它去埋着，哎，比较浅场。有浮标有浮的，跟有埋的，也是钓埋的。因为这边比较浅场，所以你要一直高着。钓前场来说的话，就是很多人都会是，比如说拉到钓到地球，像我这种钓到地球，有些人就会直接拿杆子一直把它给断，但是杆子你说杆尾就会受伤。杆尾，你几岁开始钓？12岁开始。哇，钓20几年了呀！因为我刚来花莲的时候开始学鸡钓，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他教的。哦，3岁要有必须要玩任何运动跟玩任何活动，还是要有人带。因为第一个你没有人带，我怎么会知道这里有一个这么好的钓场？开车直接就过了。有大师在场，我怎么好意思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呢？还是在旁帮忙打 SA， 吸引鱼群过来吧。是说这诱饵的选择也是一门功夫啊，趁机找大师讨教一番。哎，那丢下去的为什么跟你爬起来喂的都不一样？有些人会去挑 SA 里面的，对，看那种红红的，对。因为我比较喜欢用完全虾，完全虾，对，稍微染色就好，稍微染色就好，因为虾子它本身有粉红色的颜色，它也稍微染色，比较自然。他说想中多少鱼就要丢多少饵，是这样打。我怎么都打不中？我觉得这比投球还难。等一下，你都打不中。有了，中，我打中。有了，你站在那里，人就看到你了。真的。站太近。鱼有这么聪明吗？我不知道鱼很聪明哦。我刚那边钓的时候是用蹲着钓的，其实鱼很精啊，它大部分都看得到的。是哦。有些人说他看不到，其实他都看得到，因为我们都看得到鱼。在1个多小时前的时候，我们在打南底下的时候，都看得到鱼。现在我们现在拍，鱼全部不见了。其实鱼还是看得到的，虽然是阴天，不过它还是会怕。鸡钓的魅力就在这里，多变的钓组组合，高超的诱骗钓术，与鱼儿们机智斗法的这些过程都令人着迷。现在钓的鱼也够吃了，再加上天气也越来越差，我们便转往附近的露营地，准备今天的晚餐。我当然也不能闲着，拿出压箱宝、烟熏香绑，准备大秀厨艺哦。直接破开。
我开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吊着熏刚好哎，这个直接给它这样吊起来，这个超方便的。我跟你讲，这超方便的。对啊，就是我跟你们会买，我没骗你。这我会买，这我会买。百搭好不好？什么都可以熏，我看看。而且呢，我上面呢，想吃干贝是不是？好了，都把它放在上面熏。而且因为熏的那种疯掉了。其实不是，是因为有你，我们才有这种东西。要不然本来想说熏泡面就好了。我们随便先熏个一点来试试看。鸡吊要啊，鸡吊是等一下熏鱼啊。因为现在有这个，你还想熏鱼吗？你自己说好了，你想熏鱼还是熏这个？待完得一点，你自己说好了，你想熏鱼还是熏这个？头足类。你看是不是头足类？来，我来，它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这里可以这样，看。哇塞，这超专业。用这样，专业相仿。整烫。哇！摆盘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给你摆了。我觉得东西好像不用摆盘哈，是不是？很棒啊！这超方便的，超屌的。我跟你讲，这甚至我店里面都可以用。是我的材料比较重要，我真的熏香的材料，我还有加咖啡，我还有加一点 hinoki， 那再来是你的海鲜，但这一咖呢，对，不可或缺。我试一下看哦。开盘哦。哎，你来，你来啦！真的啊！而且你来，你用抢的。吃完的时候大概1分钟左右，那个香味。Q6，来，快点！都来，快点！来啦！刚刚那个，来，很好吃啊！超好吃超好吃的。它有那个熏一盘就可以卖中油盘哦，真的。是不是这烟熏拼盘可是充满我的爱和巧思呢？话说志伟啊，不是说好了，只是把钓到的鱼简单料理，大家能填饱肚子就好吗？你这些不小心捡到的牛排，不小心捡到的鹅肝、淡菜、龙虾，会不会太浮夸了？因为一直让大家看食材，这个很辛苦我看食材看得好辛苦哦。我没有看过虾子这么难熟的，太大只了啊！天哪，太夸张的味道了吧？这种职业伤害我可以。从哪一个来啊？这太多了啦，先从这个好了。对啊，鹅肝，搭上一点松露米，这在海边来讲算3珍了。其实我主持外籍以来啊，学到最多的除了跟就是大自然的相处，再来就是做菜。像刚刚我就只有突然间想到，你有鹅肝的油，你又有松露的盐，那我又有海鲜的高汤，我为什么不用这3个东西直接来炒一个炒海鲜就好了？爆炒海鲜，香味足，对啊，口感层次也有，然后整个那个甜味啊，海鲜的甜味整个都带出来，真的棒，这太夸张了。这是我们季节才会出现的鱼，东北季风来的时候。东北季风啊，它量会比较多。哇，这尾叫什么？倒吊。它肉很细。我朋友他们小孩子不爱吃鱼，有一次来我的店里面，他就因为我就煎这个鱼排，给他吃，小孩子超惊讶的，他整个吃光光啊，他妈妈也很压抑，因为小孩子不爱吃鱼。哦，细腻。好吃。这个是什么？缩地雀鲷，因为它都比较在石头啊，然后下面会有沙子，像有坝掌的地方，对，如果是沙子的话，很常会有这个，主要的泳层都会比较低一点。所以也是这个季节比较会有吗？还是都有？这都有，但这个季节会稍微大一点。对。我最喜欢野营啊，跟出来野外吃东西是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会有那个叫做 finger food， 那我手洗干净了以后，我就可以这样一直吃。所以我觉得这道在超市用手吃，感觉真棒。可以啊，请用。
好友相聚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就是美好时光。今天包山包海玩花莲，还喜欢吗？如果你也有花莲游玩的口袋名单的话，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哦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